这个人我已经寻访了很长时间了，可一直没有他的消息。直到昨天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个人就在这条船上。前辈要找的这个人，莫非是勾死长？对，正是他。他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？会不会和你以前有旧仇啊？在下以前从未见过这个人，又怎会有什么旧仇呢？那么你苦苦找他干什么？难道香帅直到现在还未认出在下是谁吗？你莫非是？狗兄怎么会受伤呢？我刚走下来，这把刀就从旁边飞了过来，出手不但奇快，而且奇准。啊！若不是我躲闪得快，这把刀就要刺破我的咽喉了。伤你的是何人？狗兄是否看清楚了？我措出不意，大吃了一惊。只见那人影一闪，再想追也来不及了。那他往哪个方向逃走了？莫非你瞧见那人逃到我屋子去了？好像是的，但是我也没看清楚啊。白蜡烛是个傻小子，脾气又古怪，本来他一定会在这屋子里待着的。要那样，他的冤枉就很难洗得清了。那现在他人呢？金姑娘醉了后，他就一直在旁边守护着。但孤男寡女在一个屋子里，总得避避嫌疑，所以我又找了个人陪着他们，这就叫傻有傻福。金姑娘和老酒鬼都已醉得不省人事，公孙先生又和我们在一起，那么出手伤害勾兄的人又是谁呢？难道这船上除了我们7个人之外，还有第8个人？难道这个凶手他是个隐形的鬼魂？老酒鬼喝多了，不应该留他一个人在屋里。快！酒鬼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我就说嘛，以后少喝点酒，不要逞强，跟人家拼什么酒啊？凶手果然是他，我就知道有一天肯定会抓到他的小辫子。你知道凶手是谁？丁峰，除了丁峰还有谁呀？哎，我就说嘛，你酒还没有醒，要不然会遇见鬼。你才遇见鬼了，而且是个大头鬼。酒鬼，你刚才真的瞧见了丁峰？当然了，在这里
在这屋子里？对呀。哎呀，他方才醉得跟死猪一样，他能碰见谁呀？我当时是喝了点酒，不过也不是很醉，然后我就睡着了。睡着了之后呢，哎，忽然我就想吐，我就醒了。虽然醒了呢，但却没有力气爬起来。后来我又睡着了，然后我迷迷糊糊的感觉到一股杀气，慢慢走进我的床边，盯着我。他就掐我的脖子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以我10几年的江湖经验，我当时把他的手一掰开，然后就给了他一拳。你也知道我这一拳有多厉害，可是他闪了。最后我用连环手一抓，把他的面纱抓下来。就在那一刹那间，我的俊眼就看到他是丁峰。那么他人呢？他人嗖地跑到破床那边去了，然后不见了。啊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啊，你知道了？你知道什么了？要不要我解释解释给你听听？你讲啊。哎，就是因为你刚才只不过做了一场噩梦而已。梦里面的人经常会嗖的一下就不见了。喂，你才做梦呢！你凭什么不相信我？你若不是做梦，你哪里会碰到丁峰啊？我为什么就不会碰到丁峰啊？这什么原因都不会。丁峰已经死了。丁峰死了？什么时候死的？已经死了3、4个时辰了。真的吗？哎呀，真的真的，是我和钩子长亲手把他给抬到棺材里去的。没错，尸首就在棺材里，绝对不会有假。难道我刚才看见的不是丁峰？我见鬼了！来，所以呢，我就说，酒喝多的人啊，经常会出现一些幻觉，啊，做一些梦，那是很正常的事儿。哎，有一次我喝多了酒，居然还梦见那9天仙女，都要嫁给我。哎，你信不信？我信。来，再睡一觉。喝多了酒呢，就要躺下多睡一会儿啊。睡吧。我知道凶手藏在哪儿了。你们想，这个凶手啊，很有可能扮成水手的模样，和他们混在一起。只怪咱们当初谁都没往这方面想，所以啊，咱们才会彼此猜疑。否则，他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得手了。很有这个可能。非但有可能，简直太有可能了。你想，谁最有机会接近那些酒杯？厨房里的水手。对呀，一点儿不错。就是因为他是个水手，所以向天飞和海阔天对他完全没有提防。有道理。亡羊补牢，犹为未晚。咱们呢，赶紧把他查出来，还来得及。那怎么个查法呢？看你笨了不是？这船上的水手一定会有名册的，咱们呢，赶紧把这个名册找出来，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去盘问，肯定会弄出个名堂来的。这个想法的确不错，但是我们的人手显然不足，所以大家只有分头行事。张三还是留守在屋里，
照顾胡铁花。小图呢，还是继续守护金灵芝。2间屋子的门呢，全都打开，以防有危险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彼此照顾。刚才和小图在一起的那个水手叫赵大忠，看起来是个老实人。水手名册，他知道在哪里。这样吧，江帅，咱们和公孙先生分头到船上把水手找过来，把他们全部集中到这里。最多半个时辰以后，咱们在这里相见。好，走。走。钩子长呢？他回来没有？他不是和赵大忠一起到甲板上去找人了吗？他不在甲板上。莫非他也遭了毒手？这个人，钩子长若遭到毒手，杀他的人没有别人，就是你。哼，谷兄的酒，莫非还没有醒吧？哎，别发酒疯。我没发酒疯。你知道他是谁？你知不知道他的来历啊？你知道啊？我当然知道。他就是在京城里面连伤100余条人命的大盗。钩子长就是关外熊大将军派来的密使，他就是怕事情败露，所以把钩子长杀了灭口。你笑什么笑？你笑也没用。把事情交代清楚。哼，幸好楚香帅认得我，还可以为我作证，否则我真是死无对证啊！啊！好。白衣神耳，阁下莫非就是天下第一名捕神鹰，鹰老英雄？不敢，在下正是鹰万里。你看看，有人啊，错把冯京当做了马良，哼，居然把名捕啊，当做了强盗喽。都是老臭虫不好。你明明知道是鹰老前辈，不早告诉我你。酒鬼，其实这也不能怪我，你要怪就怪鹰老先生的易容术太高明了，就连我这个自命老手的人都没有看出来啊。我哪里有那么高明的手段呢？啊，就是为了易容，所以我不远千里的去请教了天下第一易容高手，这副模样就是出自他的妙手啊。
天下第一荣名家，那不就是……哎，大家都以为楚留香是天下第一易容名家，其实并不是，不是他还是谁啊？是一位很美丽的小姑娘。老臭臭只不过是他的徒弟而已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人家说楚留香有3位红颜知己，一位博闻强记，一位妙手烹调，还有一位金鱼易容。你说的就是他吧？没错没错，就是那位苏蓉蓉苏姑娘。殷老前辈，难道你真的去见过蓉儿了吗？那原本就是求楚香帅的，不想扑了个空，只见到了苏姑娘、宋姑娘和李姑娘，也算是不虚此行啊！苏姑娘为我易容之后，非常有把握地说，非但别人认不出您来，嘿，就连楚香帅，他一定也认不出来啊！今天一试，果然如此啊！女人的手本来就比男人要巧一些，心也细一些，所以金针这一类的暗器，易容这一类的功夫，男人学起来总比女人困难得多。哎，我还以为钩子长是个老实人，谁知道他说起谎来比女人还要强。哎，那是因为你啊上女人的当上多了，偶尔上一次男人的当啊，应该的啊。哎，老臭虫他没有认出你来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呀？啊，在下生怕钩子长和海阔天、丁峰这些人有了勾结，所以也不敢当众说出来，只想等有个机会，再暗暗的和楚香帅一叙啊。哎呀，我明白了，那钩子长一直不肯让你单独和我们见面，怕的就是把他的那些个秘密一下子给揭穿了。这么说，他胳膊上那一刀也是他自己弄上去的，目的就是把众人给引过去，就是不让老臭臭和殷老前辈单独谈话。不错，当时我已经想到了这一点，但一时还无法证明，因为我此行一是要捉贼，还要捉赃啊，不能轻举妄动啊。那白兄呢？在下白烈。这位白兄，才是熊大将军麾下第一高手，练就的混元一气童子功，内力之强，关外已无人能及。莫说关外，就连关内，只怕也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。不敢。两位莫非早已知道钩子长会上这条船？上船后才知道的。那时我只算定钩子长必定逃往海外，既然找不着香帅，又久闻张三兄之名，是以才到此来寻访。想不到却误打误撞撞上了这条船。那么两位是怎么认出他的呢？难道两位以前见过他的面？没有，虽然没有见过他的面，但是听过他的声音。那日他在镇远将军行辕中下手的时候，他留下了一个活口。是不是那位将军的如夫人？不错，这位姑娘曾是9成名妓，不但丝竹弹唱样样精通，而且还有个最大的本事。什么本事？学人说话。无论是什么人，
只要他听过他的讲话，就能把他学得惟妙惟肖。据说，他学起熊大将军说话，连熊夫人都听不出来。莫非钩子长行刺时，说话的声音被他听到了？正是如此，所以熊大将军才将这份差事派到我这个糟老头子身上。你们也许还不知道，英老先生，他的耳力之灵天下无敌。他有一个绰号，很多人是过目不忘，他是过耳不忘。过耳不忘。无论任何人说过的话，只要被英老先生听过一次，哪怕是他易过容，还是改变了任何声音，都逃不过英老先生的耳朵。我明白了，那位姑娘就是把钩子长说话的声音让英老前辈听了一次，英老前辈就是凭着这一点的线索，就认出了是钩子长。想必正是如此。哼，这种事情，要不是我亲眼目睹的话，任何人跟我说，我绝对都不会相信。那钩子长看来是流年不利，遇到你们两个人才。所以说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。钩子长也许是盗贼，可是他绝对不会是凶手。有几件事可以证明他不是凶手。第一件，他和你们一起在外面的时候，确实有个人走进来要杀我，我可以确定那不是鬼。如此说来，难道这船上还有第8个人吗？第二，他如果是凶手的话，他就不会被人杀了吗？但是谁都没有见到他的尸身，没人知道他是死是活。他也许是畏罪而逃。大海茫茫的，他能逃到哪儿去呀？就算藏在这条船上，也没地方好躲呀。他又不会诛杀掌，又不会左右开弓，而且我们发现的那颗珍珠，也不是他的呀。那颗珍珠是我的。哎，珍珠是你的，你的珍珠怎么跑到死人的身上了？哎，难道那个死人变成小偷了？前天晚上我睡不着，本想到甲板上去走走，刚出门就发现有一个人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，我忍不住动了好奇心，也想跟着去瞧瞧。女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动好奇心。我走上去时，就发觉，本来守在库门外的2个人已经死了，方才那个人却已不见踪影。他走得那么快？无论是谁杀了人之后，都不会慢慢走的。那你看到是谁吗？我当然没有看清楚。那时门是关着的，我本想进去瞧瞧，却听到海阔天的喝声，我生怕被他误会，也只好一走了之了。至于那颗珍珠，自从被人拿走过一次以后，就一直没有装车，所以才会落在那2具尸体上。我也是回房后才发觉的。那是因为你做贼心虚，心慌意乱，所以珍珠丢了你也没察觉。杀人的又不是我，我为何要做贼心虚？杀人的确实不是你，可是你却见到了是谁杀的人。只不过你有把柄在人家手上，所以就不敢说出来了。其实丁峰都已经死了，你有什么不敢说的呢？他既然已经死了，可见他并不是凶手。那我说出来，又有什么用？
总算说了句实话，至少凶手绝对不会是个死人，死人也做不了凶手。哎呀，奇怪呀，凶手既不是丁峰，也不是钩子长，既不是海阔天，也不是向天飞，既不是鹰老先生，也不是白少英雄，更不会是金姑娘，也不会是老臭臭。看来这凶手，哼，不是你就是我喽。肯定不是你，你哪有那么大本事？哼，你本事大，你是凶手，满意了吧？你现在船上只剩下我们6个人，我们自然绝不会是凶手。那么凶手会是谁呢？除了我们之外，这船上的确还有个人。那么你知道他是谁？你知道他在哪里？我如果不知道的话，我就不会说了。难怪刚才想杀我那个人，嗖一下就不见了，原来有密道啊！很多船舱都有密道复辟，想必这点张三早就知道。就是不知道这密道通向何处啊？货舱。楚香帅果然是料事如神呐，暗道真是直通货舱。这货舱里非但没有人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哼，人虽是没有，不过鬼倒是有一个。你说的鬼是丁峰？丁峰只不过是个死人，又不是鬼魂，是我亲手把他放进棺材里的。你不是说丁峰他死而复生了吧？人会死而复生这种事情，其实我又不是第一次经历过。没错，妙僧无花曾经也试过死而复生。死人真能复活吗？如果真的是死人的话，那当然是不会复活的了。但是还是有一些人会用很多法子，可以让自己炸死。炸死？用什么方法？哼，其实只要内力练到一定的火候，他就能将自己的呼吸并住，甚至于可以将自己的心跳停止，血脉闭塞，使自己全身冰冷僵硬。不过这种武功实在不能支持得很久，最多不过半个时辰。再加上一些有经验的江湖客，只要一接触他，一下子就能看出来了。那么除此之外，还有别的什么法子吗？这世上其实有3种药物，可以让人炸死。服下去后，就会让整个人处于僵硬状态，就像冬眠的毒蛇一样。对，我也听说过有一种药，叫做西方扑寇的，是从天竺和波斯以西的一个叫基督山的小岛传来的。其实那3种药里面最有名的，还是那个叫做陶情酒的。陶情酒，哼，这名字倒风雅得很。只因为制造这陶情酒的人，本身就是一位风流才子。常言道，
烈女怕缠郎，其实男人最怕的也是被女子纠缠，却偏偏有这么一个男人被3个女子痴缠不放。他逃到哪里，这3个女子就追到哪里，简直被他们缠得快发疯了。他是个文弱书生，幸而他博览群书，古籍中对毒药的记载也不少。他被缠得无可奈何时，就参照各种古方秘典，制出了一种药酒，服下去后就会进入假死状态。哎呀，死了！我们快走吧！啊，快走，快走！快点！就这样，他总算逃脱了他们的纠缠。所以这种酒就叫做陶情酒。这种陶情酒，看来是我们每一个男人必备的好酒啊。楚香帅，莫非你认为丁峰也是诈死？不但已将棺材替我们分配好了，而且已经看出了我们的来历。他并不知道我们的来历，而是钩子长告诉他的。哦，香帅认为他跟钩子长串通好了。钩子长有求于他，自然不得不跟他勾结在一起。这丁峰知道了钩子长的秘密，所以就利用这个弱点，要他来替他办事。这件事我好像明白了，可是又不是太清楚。如果你想要明白这件事的话，那么我只有从头再说起了。哎，好啊，那你慢慢说。你真的有兴趣要听下去吗？哎，如此复杂诡异的事情，如果弄不明白的话，我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。就算你要说3年，我也会有兴趣听下去。这件事情最关键的，还是那个海上销金窟。但是那地方的情形，想必金姑娘知道的比我更清楚，是吧？不错，海上的确有那样一个地方，但是那里并没有琼华异草，更没有九泉林。那么那个地方究竟有什么呢？那里只有许许多多人们无法想象的秘密，而且每件秘密都待价而沽。哦，待价而沽。因为那些秘密不是价值极大，就是关系重大，所以那里的主人每年都会将一些有关系的人请去，要他们收购那些秘密。有时候一件秘密有很多人要抢着买，大家就得竞争，看谁出的价最高。譬如说清风13世。不错，清风13世的心法就是他们卖给我的，只因华山派门下曾经欺负过我，用的正是清风13世，所以我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这秘密买来，叫那个人也在我手下栽一次跟头。但那销金窟的主人却警告过我，不能将那种剑法公开使出，否则他就要将剑法收回。可是已经学会的剑法，他们如何收回呢？他们自然是有法子的。
之，最后给你一次警告：不到关键时刻，万万不可使用清风13式。这次我就饶过你。一旦我再发现你轻易使用这一招的话，那么后果你是知道的。不光要收回全部的武功，而且可能今后万福万寿园中也就少了一位千金小姐了。但是那天金姑娘一怒之下，还是当众使出了清风13式，而且恰巧丁峰也瞧见了，所以他才会威胁你，逼你做一些你不愿做的事情。哦，如此说来，金姑娘的确去过那个地方吗？那么那个岛上的首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见，谁都无法看见。嗯，怎么会没见过？难道他会隐身法呀？到了那里，你自然就会明白为什么了。哼，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我们可能也到不了那里了。你还不如说来听听吧。我不高兴。现在想必又到了他们售卖秘密的会期。丁峰一定是来这边接他的客人，但我们应该也是他的客人，不过是那种不受欢迎的客人。哦，所以他就害怕我们去那个地方，便想了个法子，把我们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全部聚在一起，然后一个个杀掉。最理想的地方自然就是船上了。哎，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在一片茫茫的大海上，想跑也没地方跑，只能跳到海里喂鲨鱼。那他为什么要放几副棺材在这里呢？难道是觉得我们太马虎，太容易下手，所以还让我们多加注意？他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真的搞不懂啊。丁峰这样做，其实理由很简单，他只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互相猜忌，互相提防，对每一个人都不相信。到那个时候，他就可以从中图利，趁机下手。而且，一个人若对任何事都有了恐惧、猜疑之心，难免就会疑神疑鬼，反应迟钝，连判断都很不正常。不错，这就是他的攻心战术，先令人心大乱，然后好浑水摸鱼。不过，他还是有一点没算清楚。算错了什么事？他低估了楚香帅，所以还是没有做到知己知彼。他自以为这件事情已经做得天衣无缝了，可是没想到楚香帅还是看出了他的破绽。他自知道事情已经瞒不下去，所以就先发制人，自己炸死。他以为无论是谁，也不能想到，一个死人竟能是凶手。他这一招的确厉害，我几乎从一开始就认定他丁峰就是凶手。没想到他一炸死，连我都混乱了。怎么当时你没有发现他是炸死的？这种事情以前也见过。其实那时候我早就应该猜到了，因为他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将他的尸体给带回去。哼，因为他不是真的死，所以就怕人家把他真的海葬了。但一天之内，船上接连死了这么多人，
每个人都知道还将有人要死下去，所以他在那个时候诈死，大家是毫无防备的，也觉得很正常。哎，每个人都有一种叫做惰性的东西。惰性？什么叫惰性？譬如说，群羊出栏，如果你在栏的门口摆上一根木头的话，那么第一只羊就会从上面跳过去，第二只羊经过的时候一样会从上面跳过去。一次下去，哪怕到了第20只羊，它还是会从上面跳过去。但倘若此时我们将那拦在门口上的木头拿走，明明栏门口上已经没有了木头，但是那第21只羊还是照样会从上面跳了出去。我们是人，不是羊。我们是人，不是羊。这就叫做惰性。羊有惰性，人也有惰性。老叔叔，你有时候说的话让人听不懂，却偏偏觉得挺有道理的，这怎么回事？丁峰的确算得很精明，但是他最后还是漏算了一件事。他漏算了什么事啊？就是他太低估了我们胡大侠的本事啊！他以为老胡这一醉就会醉得不省人事，所以他就趁这个时候，在老胡喝醉时来下手。但他却没想到，容易醉的人，一般也比别人醒得快。嘿，对，我们胡大侠是醉得快，醒得也快。哦。他这一击不中，便翻床板下的密道逃走。但是老胡却已经看到了他的面目。虽然他无法确定我们是否会发现他诈死的秘密，但是他这种人做事从来不肯冒险，所以不得不使出了最后一招。不错。他无论做什么，他都会为自己留好了退路。诈死就是他给自己留的第一条退路。如果这条路行不通，他就还会另改一条。他想必早已和钩子长商量好了，等到必要时，就由钩子长来引开我们的注意力，他却趁机逃走了。大海茫茫的，能逃到哪里去啊？这条船的甲板上，本来有一条可以紧急逃生的小艇。方才我去到甲板上时，那条小艇却早已经不见了。可是那种小艇在海上又能走多远啊？以丁峰行事之周密，这附近想必有他们的船来做接应。但他毕竟还是自己逃走了，毕竟没有杀死我们。他留我们在这条船上，想必他已经确定我们活不长了。活不长？哎，为什么活不长？大海茫茫，我们身上完全没有海图指示方向，大家又不知道岛屿陆地在何方。他走之前又将船上的所有水手通通杀死，为的就是要将我们困在海上。那至少可以从原路返回啊！这是条多么大的船呐！要操纵一条这么大的船，纵然张三精通航海术，我也略懂1、2，但是这毕竟是条很大的船，要操纵它，实在是麻烦。更何况什么？更何况我们最重要的问题还是粮食和水。啊，这倒不成问题。我刚刚经过厨房和货仓，我看过了，粮食跟水都很充足的。以丁峰这么仔细的人，他一定不会将那些东西留给我们的。那我去瞧瞧，也许他忘记了呢。不用瞧，他不会忘的。我方才找人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。
所有的水箱全都打破了，连一杯水也没有存下。那食物呢？食物倒没有动，因为他知道，渴死比饿死来得快，而且更难受。没有水又有何妨啊？大海里那么多水，我们喝一辈子也喝不完。哎，你们笑什么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对极了。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从前有一个很聪明的皇帝，有一次啊，他出巡到了一个城里，他看见人都快饿死了，所以他就问呐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然后那些村民就说了，哎呀，因为连年旱灾，我们田里没有收成，没有饭吃了。然后呢，这个皇帝就很好奇地说，既然你们没有饭吃，那为什么不吃鸡，不吃肉呢？金姑娘，海水是咸的，不能喝，喝了不但会呕吐，而且有时还会发疯的。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你们看，这个箱子就是钩子长的。他把这箱子看得比性命还重要，怎么会丢在这里呢？莫非箱子是空的？不是空的，而且还重得很，至少也有180斤。哎呀，从第一次我看到它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奇怪，箱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？嘿嘿嘿，这回不用打开我也能猜得到。哟，你几时变聪明了？那当然，这箱子装的一定是他偷来的珠宝玉器，要不然他说这箱子比黄金还贵重呢。哼，海怪，我看你这次猜错了。怎么可能猜错呢？哼，如果这箱子里面装的是价值连城的东西，就算钩子长走的时候不带走，丁峰也会将它带走的。看来你还是个笨蛋。好了，我猜不到，你说这箱子里是什么？我猜不出来，我也用不着猜啊。箱子在我手上，我只要打开它，不就知道了吗？你说这个人，箱子留在这儿，钥匙怎么不留下来？真是。嘿呦，我怎么给忘记了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偷中的大元帅，来，这锁一看就知道是北京卷帘子胡同赵麻子所制造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哎呀，让我来试试好吗？我劝你还是小心一点好，因为通常在箱子里面都安装着机关，比如说机簧毒箭、毒烟迷药之类的。我想，不打开才是最安全的。反正此剑已是绝境，又何妨冒险呢？哇，好刀！此乃熊大将军所赐，据说是1000载以上的古物。香帅莫非？香帅一向最谨慎，听他的没错。你们想想，他们总不会无缘无故地把箱子留在这里让我们找到。纵然是要看，也要隔远一点，小心一点为妙。香帅莫非会魔法，隔这么远就能将箱子打开？这赵麻子的锁，我可能真的打不开，但是我却可以把它破坏掉。小心！
去。哎呀，他本来准备6口棺材送我们的钟呢，谁知道还救了我们的命啊！最可笑的是，他生怕我们睡得太挤了，正好1、2、3、4、5、6口棺材，嘿嘿，一人1口。我看他做梦也没想到有这种事情。我们要是能够活命的话，非要看看他吃惊的表情。哎呀，不需要看了，光是想象就能猜得出来啊，他那吃惊的模样。哎呀，老楚楚，你说这棺材当床还挺好用的，可这棺材盖儿又能派上什么用场呢？这棺材盖儿用处可大了。正午烈阳，正当最暴晒的时候，会晒到你头晕的。如果我们被这样一直晒下去的话，我们就会缺水。所以呢，当你想睡觉的时候，把这个棺材盖盖起来，这样身体就不会缺太多的水。香帅的确是思虑周密，无人能及啊。丁峰纵然心狠手辣，算无一策，但和香帅比起来，还是略逊一筹啊。哎呀，老臭臭啊，他简直不是人，他想的东西不是人想的。是啊，不到非常之时，是看不出楚香帅的非常之处啊。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，这才看得出来，楚留香毕竟是楚留香，这世上没人能比啊！殷老前辈客气了。但是大海茫茫，我们接下来该如何是好啊？哎呀，看来我的命只好交给大海了。不过蝴蝶花呀，一向这运气是不错的，也许这飘着飘着就能飘到有陆地的地方了。哼，这还没睡觉又开始说梦话了你啊？你知道往哪儿飘？你知道去哪儿？哪有陆地？你知道吗？海怪，你觉得如果我们这样飘的话，会飘往哪个方向？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呢。海面上少有的平静。风吹动海浪是往东南，大家加把劲儿往东南划。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有陆地了。但我们是从西北方来的，东南方迎着阳光很刺眼。西北方一定也有陆地。在海面上没人比我懂啊！你看这东南方向，东南海面上有很多不知名的小岛，而且是往东营、扶桑通商海船的必经之路。所以说啊，我们无论是遇到小岛还是商船，都能活命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划啊！划什么划？用什么划？你来问我呀？海面上没人比我更懂，明白吗？你问我怎么划？就你懂才问你啊，怎么划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听着好不好？怎么划？这棺材盖的第2个用处，就是用来当做桨来划船的。好，听到了没有？我早想到了，快一点啊！我早想到了，谁信？
歇会儿。来，师傅，哎呀，哎呦，歇会儿吧。这样坐呀你？坐着吧。各位，上岸我们是做到了，可是这里是什么地方，我们都不知道。看来接下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们还是先别歇着了。海怪，起来了。酒鬼，我们先来分配一下任务。酒鬼，白兄弟和金姑娘可能要负责找一些柴火来生火。海怪，食物方面就交给你了。我去打鱼。殷老前辈，麻烦你留守在这里，我呢，去周围打探一下这个岛上有什么东西。我们5个都要卖力些，除了金姑娘以外。哎，为什么要将我除外啊？哎，因为你是女人嘛。对女人呐，我们老臭臭是特别优待的。老臭臭啊，看来你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。有些女人呐，就是觉得自己比男人强，所以啊，我们男人的活就得让他们干。女人啊，哎，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那么聪明，你把她福气啊抵消掉了。哎，金姑娘本就是位女中豪杰，我们本就不应该视她为普通女子啊。哎，看来金姑娘无论哪方面都不输给男人，简直比男人还要强得多。她呀，的确能干，只是无用的女人呐，男人见了头晕眼花；可是太能干的女人，男人见了也受不了。金姑娘，我看今天晚上过夜的柴够用了吧？应该够用了吧？是吧，金姑娘？小白一向自视极高，现在居然有了意中人，可是只怕白烈这一番情意到头来终要成空。金姑娘就算再大发脾气，狠狠地瞪着胡铁花时，那眼神和她在瞧别人时不同。女人的恨和爱往往是分不开的。不是，还没烤熟呢。所
所以说嘛，女人就是女人，男人就是男人，女人跟男人就是不一样。起码女人的手要比男人的嫩一些，所以女人非要做男人的活儿，那就是自讨苦吃啊。说话是很费力的，胡兄为何不留些力气来应付一下眼前的麻烦？啊，金姑娘莫要生气，有些人说的话呀，金姑娘莫要去听她的啊。我要听谁说话，不听谁说话，跟你没半点关系。你多管什么闲事？不是这，太阳太大，人就难免烦躁。连日漂泊，大家的体力都消耗太多了。有什么话，咱们先休息休息再说。啊，先休息休息。不熟了，就是不熟。嘿，多好吃啊！哎，眼前呢，若有一杯冻透的酸梅汤，嘿，我就算将人卖给他也没关系。你是吃鱼吃多了吃忘了？你不早卖过一次了？一次也是卖，两次也是卖，有第一次，再卖起来岂不容易些？哼，谢天谢地，还好你不是女人。这棺材里有没有酒喝？真的是太闷了。哎，他在干嘛呀？呵，你也受不了了啊！实在受不了了，差点以为自己也变成烤鱼了呢。哎呀，烤人者自烤之。平常你烤鱼烤那么多，现在让你也尝试一下被烤的滋味。哎，老臭臭呢？只怕睡着了。哇，一个大活人，若说在棺材里躺着竟然能睡着，也就只有他了。没错，他呀，就算把他放到粪堆里，他也能睡着。嘿嘿，没错没错，因为他没鼻子嘛。哎，刚才我躺在棺材里，想了半天，有一件事情还是没有想明白。那你说出来呀，我给你指教指教。哎，好。丁峰要杀咱们，这有道理。可是为什么要杀海阔天呢？海阔天难道和他不是一党的？依我分析，这可能是海阔天半夜把她当成了女人，给办了。放个屁！这就叫指教啊！哎，你说话怎么还放屁呢？这，嘴巴不干净，小心我把它当夜壶啊！这。哎呀，你们两个人的臭嘴啊，加起来比粪坑还要臭。我怎么睡得着呢？你这个老臭子，虽然没有鼻子，但是耳朵却像兔子一样那么灵。哎，以后我们要说他坏话的话，得跑远一点。丁峰要杀海阔天，只有一个理由。什么理由啊？他们每年都要聚在一起，有个交易。客来客往，当然需要很多船只。虽然他们已经控制了海阔天，但总不如他们自己指挥来的方便吧。他杀了海阔天，紫荆帮的几十条船就归他们了。向天飞是海阔天的生死之交，他们要杀海阔天，那必然得先杀向天飞。有道理。但是紫荆帮的势力范围只限于在海上，而他们的客人全部是从内陆而去，所以要到海上，势必要经过长江。不错，
若是要经过长江的话，那么就得要动用到武维扬和云从龙所属的船只。所以要杀向天飞、海阔天之前，还得先杀了他们两个。但武维扬非但没有死，而且还兼任了两帮的帮主。哼，是谁告诉你武维扬没有死的？那天我们不是亲眼看到他杀了云从龙？哼，那个人是假的。假的？丁峰早已经杀了武维扬，然后找了一个身材与相貌极度和武维扬相似的人易容，假扮成了他。他们故意用武维扬的剑杀了那两个人，好让我们认为武维扬并没有死。哎，我还是不懂。那天我们在酒楼上遇到的那个人是假的武维扬，我们并没有认出他来，是因为我们和他并不太熟。但是却有一个人认出了他是假的。谁啊？云从龙。正因为他已经看出了武维扬是别人易容假冒，所以那天在酒楼上显得非常的惊讶。哎，既然我们都没认出来，他又是怎么认出来的？看来江湖上的传言果然是真的。这几年来，武维扬和云从龙的的确确从仇敌变成了好朋友，所以他才会留下那封遗书，让武维扬接管帮主之位。这封信是否是云帮主亲笔所写？确是帮主亲自书写、亲自交给我的。可是，这既然是云帮主之遗命，看来二位现在应该赶快去拜见新的帮主才是。这越来越不明白了，你越说我越糊涂啊！想必云从龙早已知道丁峰他们有杀他之心，所以才会留下那封遗书啊。那两个死在剑下的人，的的确确是云从龙的手下。就因为云从龙和武维扬成了好朋友，所以云从龙才会让他的手下进入到12连环雾里面。哎，但是那天在酒楼里面，当武维扬指责那两个人为什么要混进12连环雾刺探消息的时候，云从龙肯定已经认出这个武维扬是假的了。各位不认得这两人，但武帮主一定是认得的。武帮主，你可知道他们是为何而来的？请教。他们是向武帮主索命来的。对。哎，老叔叔，你再说清楚一点吧。就因为这几年来，云从龙和武维扬已经成为了好朋友，所以云从龙才会叫他的手下投入到12连环雾去。也就是说，那武维扬早知道这件事情。不错。所以那天在酒楼里，那假的武维扬指责云从龙的手下为什么要混进12连环雾去刺探消息时，云从龙就已经发现那武维扬是假的。老叔叔，你再说清楚一点。就因为这几年，云从龙和武维扬他们常常相见，所以他们对对方熟悉得很。就当云从龙踏上酒楼，看到那假的武维扬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发现，那武维扬是别人易容假扮的。因为易容术是很难瞒过熟人的。但英万里的易容术却瞒过了你啊！那是因为他假扮的，并不是我们熟悉的人，而且他扮的样子怪模怪样的，
如果殷老前辈假扮成你，化成灰，我都认得出来。嘿，如此说来，那易容术岂非就是个屁呀，没用了。酒鬼，易容术的用处，只不过是用来掩饰自己本来的真面目，而令别人认不出你来，并不是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但我却听说过一件事，以前有个人，比如说王二吧，王二扮成李四，混入李四家里，他家大大小小几十口人，没有一个人认得出来他的。哼，那是鬼话啊！你说没有这种可能吗？当然没有这种可能。倘若世界上真有这种事情，那么就不叫易容术，而叫变戏法了。云从龙既然知道那五维阳是假的，为何不说破？因为那个时候丁峰就在他身边，他根本没有机会说出来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当时他用别的方法暗示了我们，但是我们并没有在意。用了什么方式啊？他故意用错成语，说出“骨鲠在喉”4个字，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他心里有件事，不吐不快，只是无法吐出罢了。云某今天本想陪大家喝几杯，只可惜此刻我宛若有骨鲠在喉。这个你已经说过了。所以后来，他又用别的方式来暗示我们。他将那个鱼的眼睛弹到五维阳的碗里，想必就是要告诉我们，那五维阳是鱼目混珠，是假的。这个暗示虽然巧妙，但也太难懂了吧？哎，如果那么容易懂的话，那么就不叫暗示了。云从龙既已知道那五维阳是假的，所以在交手之前，他就已经知道此去必无声望，所以才会做那些暗示来告诉我们，是希望我们明白。如果我们能够明白，他的死也总算有些价值。怪不得他出门的时候那么悲愤消沉了。云从龙的武功本来和那五维阳相差无几，那五维阳怎么能一掌就把他打死呢？那丁峰利用假的五维阳杀了云从龙之后，假的五维阳拿着遗书，接管神龙帮。那么从此以后，神龙、凤尾这两帮属下所有的船只，他们都可以调度自如，长江上下千里之地，也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了。如此说来，这丁峰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！一石二鸟之计，用得很妙，而且很透。如果猜的没错的话，那丁峰恐怕还不是这样的。在他背后，我想肯定还有一个更厉害、更可怕的人。无论这个人是谁，看来我们也没有机会看到他。不过我还有件事没想通。哪件事？既然连云从龙都看出五维阳是假冒的，凤尾帮的属下跟他朝夕相处多年，那又怎会认不出来？这件事早晚会被别人看破的。哼，你错了。五维阳为人严峻，执法如山，凤尾帮的属下对他不但爱戴，而且深深畏惧。
又有谁敢对他直视呢？不错，本来想不通的事，被他一说，完全合情合理了。这件事的确是诡秘复杂，其中的关键至少有7、8点那么多。只要有一点想不通，这件事前后就连不起来了。这种事，别说让我去想，就是让我自己重新再说一遍的话，我都觉得困难啊。哎，老叔叔，你到底怎么想出来的？难道你的脑袋构造和别人不一样吗？其实我本来也有几点想不通的，直到刚才我在棺材里仔细认真地想了一想，才将这件事从头至尾地拼凑了起来。哦，原来是棺材让你有了灵感啊！这倒不假。一个人如果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思索一件事的话，这棺材的确是个好地方。因为一个人如果躺进棺材里面，就会觉得自己与红尘隔绝，变得心静如水。这时，许多平时想不到的地方都想到了，许多平时忘掉的事，也会一一重现在眼前的。哼，如此说来，老酒鬼，你就应该整天躺在棺材里才对。为什么？你平时就是喝酒太多，事想的太少。哎呀，别再提喝酒了，我这一天都没喝酒啊。哎，我的确有件事情还是弄不明白。是不是那张地图啊？没错。云从龙临死之前，郑重其事地将那张地图偷偷交给你。由此看来，那张地图的关系重大，是不是？是。我还记得这张地图上好像画了一只蝙蝠啊。这蝙蝠，想必也是个关键，而且这其中的含义必定很深啊。哎，那你想出来没有？没有。那蝙蝠岛的意思我知道。原来他的耳朵也很长。哎，你不知道吗？这世上的女人身上有2样东西比男人要长，其中1样就是耳朵。那还有1样呢？舌头。金姑娘知道那张图上那只蝙蝠的含义吗？难道那蝙蝠代表一个人？不是，是代表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蝙蝠岛。那萧金窟所在之地，就叫蝙蝠岛。如此说来，那些曲线代表的一定是海水。哦，那圆圈就是太阳，指示着我们去蝙蝠岛的方向。哎，如此说来，那我们朝着那个方向就能找到蝙蝠岛啊！找到蝙蝠岛，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了。哎，可是那下面那个小三角又代表什么呢？你猪头啊！上面是蝙蝠，下面就是岛啊，连起来念就是蝙蝠岛。哎呀，你以为我喝醉了？我当然知道上面是蝙蝠，下面是岛嘛。对呀，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连起来啊。那你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好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在这斗嘴？只怕到了蝙蝠岛时，你们的问题早就全都解决了。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是说，人一死，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，因为只有死人才没有问题。你说是不是？哎，你们大家说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岛会不会就是蝙蝠岛啊？嘿，不是，上次我们出海之后，又走了5、6天才到蝙蝠岛，这次我们出海不过2天。我想，我们还距蝙蝠岛有几天的路程吧。何况我们现在流落到这里，食物和水都没有着落，还谈什么去蝙蝠岛？哎呀，你说这人呐，
7、8天不吃饭，那还能撑得住。可是不喝水的话，谁也受不了。还要等7、8天，我现在就渴得要命。哼，那就是因为你话说的太多。渴死是小，憋死是大。就算渴死，也不能不让人说话，对不对？哼，也许大家都不会渴死。为什么呢？天象越来越低，风雨只怕马上就要来了。天有不测风云，好像是要有风雨的样子。别装了，你懂不懂？到底是风，还是雨，还是暴风雨啊？甭管是风还是雨还是暴风雨，我们都得另寻安身之处了。哎呀，别急，别忘了我们这里有一个智多星，只要他在棺材里面躺一会儿，就会想出好主意。怎么样？想到好主意了？现在我只有一个主意。